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就在前一阵子，美国的伊利诺伊州一名幸运的女子，一夜之间成为了亿万富翁中得超级百万彩票5.52亿美元的巨奖。听了这个消息，我又羡慕起来了。但是中大奖，它真的是一件好事吗？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项调查指出，近20年以来，欧美的大多数头奖得主在中奖后不到5年的时间里面，会变得穷困潦倒，甚至是家破人亡。那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彩票中大奖，它真的是一件好事吗？如果真的中了大奖，我又该怎么办呢？安德鲁·杰克逊·惠特克2世，我们简称他为惠特克他是一位从事建筑业的美国商人。他在2002年的时候买了 Powerball 跨州彩票，中了3.149亿美元的头奖不过据说他在中奖之前净资产就已经有超过1700万美元了，所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豪中奖之后呢，他选择了现金的选项，税后是获得了1.133亿美元，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奖金本来以为生活可以因为这笔财富变得更好，但是这笔财富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期的幸福生活。惠特克的生活很快陷入了一连串的不幸和挫折之中，他多次成为盗窃的目标，遭受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因为中奖了嘛，肯定有很多双眼睛去盯着你。他的家庭关系呢，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孙女布兰迪·布拉格去世以后，他的家庭进入了动荡不安的时期。布兰迪·布拉格的死因尚未完全确定，但是他的死亡确实使惠特克的家庭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此外，惠特克本人也面临着法律和金融的问题，他被指控开出了空头支票，用来弥补赌博的损失，并且在财务管理上显得越来越困难。他的财富也并没有因为他的生活变得轻松，相反引发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在2016年的时候，他家里面起了一场大火，当消防员赶到的时候，房子已经完全被大火吞没，最终被认定为是完全烧毁。在2020年的6月27号，惠特克因疾病去世，享年72岁。从他中大奖开始，幸运似乎就离他越来越远了。他也好多次感慨，如果当初没有中奖的话，那该有多好还有一个彩票大奖的幸运儿，他叫大卫·李·爱德华斯这个人他有一点点特殊，他曾经呢是一名罪犯，在2001年8月的时候中了2700万美元，这个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在获奖之后呢，他第一时间第一件事想的就是跟自己的女朋友肖娜·麦达克斯结婚，然后就是开始大肆的花钱，买就是买反正包括数百万美元的房产、豪车、兰博基尼什么的，就是买，甚至他还买了一架价值19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这个在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夸张他在中奖3个月后就花掉了300万美元的奖金，在1年以后更是直接花掉了1200万直接一半就已经花没了。到了2006年的时候，他破产短短的5年时间2700万就没了，而且他还染上了毒瘾。破产以后呢，他们就住在了一个储藏棚里，环境真的是非常的糟糕，而且他的妻子在这个时候还选择了离开他，跟另一个人重新结了婚。此时此刻就剩他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他最终呢是在2013年的时候去世了，享年是58岁。他生前花光了所有的奖金，在最后的时候甚至还欠了别人几千元的债务。那通过上面2个例子可以看出来，中奖以后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的快乐和幸福，反而会有很多的不幸和痛苦。那当然也有很多人中了大奖之后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比如说之前那位上百元佑先生。这个主要还是看中奖者如何对待和使用这笔奖金。大家应该都知道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比被雷劈过还要低。之前的视频呢我已经讲过了。那为什么明知道中奖概率这么低，却还是有这么多人愿意去购买呢？根据调查，在2020年全球彩票市场规模为3410亿美元，
预计到2031年的时候将会达到5290亿美元。根据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2022年1月到5月累计，全国共销售彩票1500.83亿元，同比增加了62.55亿元。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个数字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啊，买彩票的整体趋势是不断上升的。我们来算一笔账，如果将中奖的概率乘以回报再相加，得到的彩票期望是 1.1， 而彩票的定价就是购买者付出的成本。用2块钱的定价来举例啊，就是这种票子啊，2块钱，购买者拿着2块钱去博 1.1 元，如果按照彩票头奖2000万分之一的概率来看，假如一个人一天买2注彩票，需要坚持27000年才有可能中大奖。那怎么看购买彩票这个行为，它就是一个很亏本的买卖，但为什么依然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去买呢？心理学家指出来了，购买彩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缓解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紧张心理状态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承受着非常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导致精神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的这个状态。但是购买彩票中奖的这种以小博大的心理机制，实际上就是包含着一定心理成瘾的特征。当一个人看到别人中奖的时候，往往就会产生一种也许下一个就是我，我上我也行这种感觉。就比如说我上一次去买彩票的时候，隔壁一个大哥当着我的面就中了1万块钱，我瞬间觉得下一张说不定我也可以，于是我就一连买了好几张，结果呢就是1张都没中。这种心理反映了人们对于可能性的强烈期望，他们愿意用非常小的经济风险去追求潜在的高回报，这满足了他们对生活改善和阶层跃迁的渴望。这种心理机制不仅是对实现个人财务独立和改善生活质量的一种期待，同时呢，也是对心理解压和情绪放松的一种途径。购买彩票所带来的期待感和梦想实现的可能性，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紧张和焦虑的，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期待和满足感。这种周而复始、一夜暴富的梦想与希望，也带给了人们是一种轻松愉悦的心理体验过程。它能使人们在平时工作和生活中长期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拥有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情像现在的人平常出去逛街的时候，路过彩票站下意识的就去来一张试试手气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每次出去的时候呢，手痒，经常就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就买一张买了很多次，确实最后也没有中什么大奖。彩票游戏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给买彩票这种行为带来了一种独特的乐趣比如说刮刮乐这种开盲盒的感觉每次刮开之后，这种期待和紧张感都给参与者提供了情感上的刺激和心情上的起伏享受到一种独特的精神上的愉悦和放松。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幻想，如果自己真的中了大奖，那该怎么办呢？或者说可能有些正在看这个视频的朋友真的已经中了大奖那接下来呢，就完全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我就以中了1亿美元为例，详细的讲解一下具体如何分配使用这笔奖金如果不喜欢的话，就当听个乐子吧。好，如果你已经中了大奖，首先不要过于激动，尽量呢保持低调，不要告诉周围的人，千万不要告诉自己一个人偷偷的去兑奖，要不然很有可能你还没兑奖呢，就会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出现。好，当你兑完奖金以后，我认为应该合理的分配一下，我称其为1、2、3、4法则这是我自己想的。什么意思呢？先从1开始，就是说用10%的金钱来捐赠1000万。彩票之神上百元又说过，要有一颗善于分享的心，让自己的这一份好运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这样的话，总有一天好运还会再一次回到你的身上。所以需要拿出10%的钱用来捐赠给需要帮助的人，可以直接捐赠，
也可以创立个基金会什么的。总之，一定要对社会有一定的贡献。其次是2，拿出20%的钱用来孝敬父母啊，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吧。父母给自己的养育之恩，我们是必须要回报的。给爸爸妈妈买点好的，多带他们出去走走看看啊，溜达溜达，多陪一陪父母。有了这么多的钱了，也不用着急每天去工作拼命的干活了，对吧？但是啊，请注意，钱只能让父母享受到以前他们享受不到的物质上的快乐，但是你的陪伴在父母的心中才是最无价的。所以呢，还是多拿出一些时间陪一陪父母吧。然后啊是3，拿出30%出来潇洒。这里面呢再细分一下，其中20%啊，2000万用来娱乐啊，可以买一点以前买不起的奢侈品啦啊，想要的东西啦等等。比如说可以买点劳力士啦啊，百达翡丽啦这种世界名表，也可以给女朋友买点包包啊，爱马仕啦、香奈儿啦等等等等。但是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种挥霍啊，完全不是。这些名牌都有很大的升值的空间，所以你买这些东西反而是一种投资啊，一点都不亏，尽情的去买。然后呢，一定要去旅游，这个非常关键啊。像游轮坐过了吗？啊，私人飞机玩过了吗？啊，有没有看过瑞士的美景啊，冰岛的极光啊，马尔代夫啊，甚至是冬天的北海道啊等等，一定要都出去走一走，多看一看这个世界的美好。相信我啊，旅游看到的美景和体验，一定是要比购买奢侈品消费还要爽的啊！因为精神消费永远比物质消费更快乐。然后那个10%一定要留在自己的手上，用来日常消费和应急的时候使用。手里面有钱会让你非常的自信啊！这个不是我说的，手里面有4位数的存款和8位数的存款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你出去的时候自己都会觉得走路带风，而自信呢也确实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最后是4，用40%拿出来投资。有了这么多钱，一定要学会投资，非常关键啊！因为钱总有花光的一天嘛，所以务必要做好长久的打算。如果接下来的生活你不想为了生存而去工作的话，那必须要有收入来源。最好的收入来源就是被动收入。以下就是我认为几个比较好的被动收入的方式分别是股票投资、房地产投资、债券投资、基金投资。然后我们把它细分一下，股票投资拿出来1000万，房地产投资拿出来1500万，债券投资拿出来500万，基金投资再拿出来1000万，总共是4000万。每一项投资都有自己的年化回报率，股票的话大约是8%每年，房地产大约是5%，债券大概是2.5%，基金大概是6%。注意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值。那这样的话，股票投资每年就可以产生80万美元的收益，房地产投资可以产生75万美元，债券投资可以产生12.5万美元，基金投资可以产生60万美元，总计每年大约可以获得227.5万美元。也就是说，下半辈子你不用努力，你就靠吃利息，每年也有227.5万美元，平均下来每个月大概也有不到20万美元的收入基本上你平常的日常消费啦出去 happy 一下是完全足够应付的。好，那以上就是我对中了1个亿后如何分配使用的自己的一些看法。那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那我怎么才能中这1个亿呢？问得非常好，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这一期彩票的视频，也许对你中大奖有一定的帮助。有人说金钱是万恶之源，还有人说金钱可以让我变得快乐、幸福和自信。那你怎么认为呢？如果你真的中了大奖，又要如何去使用呢？留下你的想法，我们下期再见，拜拜。